我知道很多的观众是在等EO今天这一集播出完看了之后才决定到底要订哪一条船。那今天这一集EO就会详细的分析和总结一下关于 B 型航线西雅图往返、C 型航线温哥华往返和 D 型航线美国加州往返。这也正是各大邮轮公司在2025年阿拉斯加邮轮航线上最重要的战场，也正是你选择最困难的那几条航线。继续关注EO的频道，谢谢你。嗨，EO来了！要总结出全年的阿拉斯加航线，对EO来说工作量着实还是有那么一点大。为了对EO的工作加以鼓励和肯定，请你记得点赞哦。在你的心里有没有找到你的那一个菜呢？在今天的内容开始之前，EO想花不到1分钟的时间介绍一下EO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的服务。如果对于行程和邮轮的选择、价格了、季节了、风险呢，还有哪一些特殊的注意事项还是一头雾水的话，不妨考虑一下与EO预约一次1对1的咨询时间。我将根据您的需求和您家人的情况，提供个性化的邮轮旅行建议，让你的旅程更加顺利和愉快之余，不花冤枉钱，不浪费冤枉时间。EO没有任何的邮轮船票销售压力，所以曾经看破不说破的那些重要信息都将倾囊相授，写 email 给我就是那么的简单。聘请EO成为你的私人邮轮旅行顾问，你的旅行路上不迷路。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内容。2025年阿拉斯加 B 型航线西雅图往返，嘉年华邮轮公司，也就是俗称的 Fun Ship， 除了价格便宜、气氛轻松，EO真的很难细数出它的优点，而它却是北美很多邮轮乘客最先接触到的邮轮品牌。在2025年西雅图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上，他派来了2条邮轮，2001年建造、2018年翻新的88000吨的 Carnival Spirit，2009年建造、2022年重新翻新的92000吨的 Carnival Luminosa。以上2条船均是4星半的级别，自4月中至9月中之间，基本走的是8天7晚的标准西雅图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恭喜 NCL Norwegian Cruise Line 再次获得了2025年度阿拉斯加邮轮航线劳动模范的称号，可谓是起早贪黑，为了志在前往阿拉斯加的乘客操碎了心。全年最早进入航线的是他，最晚离开的也是他。西雅图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上，从4月12号开始，一直走到10月12号，还相当有诚意的派来了阿拉斯加海域最大吨位邮轮中的其中2架2018年建造的168000吨的 Norwegian Bliss 和2019年建造的169000吨的 Norwegian Anchor。 从4月的第一转到10月的最后一转，全程都留在了这个航线上，每周六和周日往返8天7夜的西雅图上下船的阿拉斯加航线。又要提醒的是，虽然都是8天7晚，但是不同日期的航线停靠的港口略有不同，细心的观众们可以仔细比较一下，在下单购买也来得及。每一艘邮轮都可以乘坐4000名乘客，大家掰掰手指算一下，西雅图邮轮码头在这个季节，光是上下这2艘邮轮会在码头出现的乘客人数已差不多将近2万人了。如果您是单身的乘客，认为订购邮轮单人房是您的最佳的选择的话，这2艘邮轮都为您设计了您想要的房间。如果您是欣赏 NCL Norwegian Cruise Line 轻松的气氛，十分讨厌拘泥传统的邮轮规则，热爱享受自由 freestyle 的乘客，特别是年轻人， NCL 这2艘船应该可以满足您的需求。对于单一航线还有更多要求的，希望航线停靠更多港口，港口停靠更长时间的乘客， Norwegian Cruise Line 也没有打算轻易的放过你们。西雅图往返的航线上， Norwegian 还有一条 Norwegian Joy， 建于2017年，167000吨，总载客人数也达到了3800人以上。4月中旬至9月尾之间交替行走10天9晚或者是11天10晚往返西雅图的航线。
刚刚讲完来势汹汹的 NCL Norwegian Cruise Line， 貌似它志在成为2025年度阿拉斯加的西雅图往返航线上的霸主。想得美，竞品来了！常常在吉尼斯世界纪录榜上见得到的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 Royal Caribbean， 在2025年度依然派来了我们熟悉的左右护法，2014年建造的 Quantum of the Sea 和2015年建造的 Anthem of the Sea。这两条姐妹船几乎一模一样的设计，168000吨级，总载客人数可以达到4900名。除了现代高科技炫酷感十足之外，和 NCL 最大的不同，它还依然保存了核心邮轮旅行的庄重严谨的仪式感。很多比较过的乘客告诉我，在一些难分对错的灰色地带，似乎 Royal Caribbean 更人性化一些。当然，不同的人感受应该也是不同的，也正是EO常常强调的，没有最好的邮轮，只有最适合你的邮轮。单身人士注意了，这两架邮轮上均为单身旅行者设计了单人房 Studio。2025年的5月初至9月末，每周一和每周五出发，行走8天7晚的西雅图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不同的出发日期，行程略有不同，请大家选购时特别注意了哦。喜欢 Celebrity 的观众们，这个航线上你不会再有选择困难症，因为 Celebrity 只派来了一条邮轮，5星半级别的 Modern Luxury 摩登奢华的 Celebrity Edge。比起上一期又提到同样是5星半级别的 Oceania 和 Viking， 它的价钱实在是便宜的多得多了。具体区别在哪里呢？又会在这个星期直播时间与大家讲解。 Celebrity Edge 2018年建造，129000吨，总载客人数2900名，总服务人员人数1320名。2025年的5月23日起，每周五8天7晚一转，一直到9月初。除了季节最初的第一转和季节末的最后一转与温哥华扯上了一点点关系外，其余的航线基本是一致的。在阿拉斯加海域，每一年各个航线上都能交出亮眼答卷的公主邮轮公司 Princess， 怎么可以在西雅图往返的这个海域示弱呢？EO先给大家推荐一个公主邮轮2025年度西雅图往返中独此一转的特殊航线，记得只有这唯一的一转哦。一定有很多看了上一期内容的西雅图附近的观众羡慕温哥华出发可以搭乘2转背靠背邮轮航线的深入阿拉斯加，一口气看完绝美的冰川，同时又避免了飞机票的风险。以下内容你可要听好了。2025年的5月6日从西雅图起航，总共18天17晚，直至5月23日返回西雅图码头，搭乘1998年建成2019年全面翻新的10万吨 Grand Princess。 又认为一年中观赏冰川的最佳季节，一次观赏最多壮观的阿拉斯加冰川，去完这一个航线，一生你就不需要再去第二次了。公主邮轮公司对于老会员的优待，友好的自助洗衣服务，爱搭乘长途邮轮的观众可要记得，现在不订，你还等什么呢？Princess Cruise Line 正常的8天7晚航线上派出的是2013年建造2018年全面翻新的142000吨的 Royal Princess 和2022年建造145000吨的 Discovery Princess。 如果您害怕像 Norwegian 或者是 Royal Caribbean 那样太过吵闹热情，又不希望太沉闷无趣，公主邮轮公司刚好是一家各方面相当平均，无功无过，好上手的邮轮公司。特别是对于刚开始接触邮轮旅行的乘客，您所担心的很多方面，它都格外的友好。如果您想了解EO为什么会这样说，在这一集的留言区给我留言，提出你的问题，EO很乐意在直播时为大家解答。来不及登录直播现场的观众，也可以在直播回放中得到答案哦。
超过150年历史的 Holland America 和美邮轮公司，从古至今一直稳定拥有着热爱他们的客源。对于喜好安静传统的邮轮理念，精致不张扬的风格，一直是我对和美邮轮公司的印象。当然，乘客普遍以超级年长者居多。首次考虑选择这家邮轮公司的观众，你可否适合对号入座呢？在2025年度 Holland America 稳定行走西雅图往返航线的是2004年建造、2017年翻新的82000吨的 Westerdam 和2008年建成、2018年翻新的86000吨的 Eurodam。除了每周8天7晚固定的航线之外， Westerdam 还被安排分别在6月8日和6月31日起航的2个特别的船期之中，设计了28晚的往返西雅图深入阿拉斯加的航线。注意了，他们可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深入阿拉斯加那么的简单哦。6月8日起航的航线，除了是全年在一个航程中停靠阿拉斯加最多港口的航线外，还会在极昼之日踏入北极圈，让乘客们在一场北行之旅中真正体验到了日不落的奇幻景观。完成这一个航程，就让你成为真正的旅行家。8月31日启程的航线，正是之前又在邮轮跳船那一集中提到的概念。阿拉斯加冰天雪地看完之后，需要去夏威夷晒一晒太阳，去湿气，不用跳船那么复杂了。在观赏完阿拉斯加的冰川之后，邮轮会带着你环游夏威夷3大岛，最后再送你回到西雅图，是不是非常的有趣呢？喜欢的观众可要码定这2个出发日期哦。拥有英国皇室风范的5星级豪华邮轮 Cunard 冠达邮轮公司的 Queen Elizabeth 伊丽莎白女皇号2010年建成，2016年翻新9万吨。这个阿拉斯加航线上，它算是姗姗来迟。6月12日才正式开始行走西雅图往返的阿拉斯加，分别走7晚、10晚和11晚的航线。当然了，航线的天数越多，可以看到的冰川机会也越多。如果您喜欢社交，喜欢盛装，喜欢跳舞，我相信 Queen Elizabeth 肯定可以入得了您的法眼。上一集给大家挖的坑，这一期必须要填上。5星半级又认为最适合成为豪华邮轮进阶到奢华邮轮的过渡品牌 Oceania 终于在过去这么多年只派最小最旧的船走阿拉斯加的试探中清醒过来了。 Riviera 将是这些年来 Oceania 派来阿拉斯加最好的一艘船，延续了大洋邮轮公司的一贯风格，哪怕是同一个海域，几乎每一转都给你走出它独特的风格。5月到6月走完4转不同版本的深入阿拉斯加航线之后，开始走几乎每一转都不同走法的西雅图往返的航线。有幸预定的观众，如果在航线选择上有所挑剔的话，记得要耐着性子一转一转的做比较哦。顺便公布一下， Riviera 正是EO 2025年度阿拉斯加海域最期待的那一艘船。最大的原因嘛，那当然要数它的美食了。体验过传说中 Oceania 邮轮美食的观众，可以在这一集的评论区与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经历吧，看看EO的介绍到底有没有根据。是不是光看EO整理出来的 B 型航线西雅图往返就已经让您的订购情绪开始波动了呢？信息的收集和分析着实不易，看到这里的观众是不是可以给EO的视频点赞支持了呢？很多EO热情的粉丝希望通过更多的方法可以联络到EO，更多了解EO的生活和频道的动态。有兴趣的粉丝可以扫码关注EO的 Instagram， 和我建立更加密切的即时互动和链接吧。喝口水，我们现在开始说 C 型温哥华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吧。虽然温哥华和西雅图在地理位置上并不远，哪怕开车也只是3个小时而已，但是在邮轮航线靠岸时间上的区别的确让人有点迷惑。住在这2个城市附近的观众肯定特别难选择，也有将会在几个小时之后的直播中为大家详细比较分析。
首先声明一下，那些2转14晚深入阿拉斯加背靠背的航线不在今天这一期的讨论范围之内。想要知道具体14晚是怎么回事的观众，欢迎去看已有这一期直播的回放内容哦。和美邮轮公司 Holland America 在2025年度往返温哥华的航线上派来了2条邮轮，2000年建成2018年翻新的6万1000吨的 Zaandam 和2016年建成2018年翻新的9万9000吨的 Koningsdam。 从2025年4月底每8天7夜一转，分别在周3和周6往返温哥华邮轮码头。公主邮轮公司 Princess Cruise Line 在2025年度固定行走8天7夜的温哥华往返阿拉斯加的线路上只有1条邮轮 Grand Princess， 1998年建成，2019年翻新10万7000吨，自5月下旬开始至9月中旬逢星期二一转。如果您又想选择公主邮轮，又希望船稍微好一点点的话，可以考虑5月3号起航的 Carol Princess 11晚温哥华往返和9月17日起航的8天7晚的温哥华往返线路，还有9月13日起航的11天10晚的 Caribbean Princess。 这2艘原本走深入阿拉斯加航线的邮轮都在阿拉斯加季节的头和尾，因为邮轮航季调度的原因会走一下温哥华往返，但是大家可一定要小心这一个航线，5月5日起航6天5晚温哥华往返的 Caribbean Princess。 那为什么需要小心呢？因为又向您保证，你一定看不到阿拉斯加的冰川。2025年温哥华往返的航线上，公主邮轮真的显得有点抠抠缩缩了，别失望，还有 Celebrity 呢。Celebrity Sostig 2008年建成，2016年全面翻新，12万2000吨，5月初至9月中之间每逢星期日起航，走8天7晚的温哥华往返的阿拉斯加航线。别看它年纪不小了，但是它是当年 Celebrity 第1艘建造的 Modern Luxury 摩登奢华的5星半级邮轮，在温哥华往返的航线上，按照已有个人的喜好来说，应该是2025年度最好的邮轮了。我相信很多把视频看到这里的观众应该已经意识到了，这个视频发布之后会有很多人和你抢船票咯。皇家加勒比海邮轮公司 Royal Caribbean 在2025年度的温哥华往返上同样表现得抠抠缩缩，派来一条旧船，2003年建造，2017年翻新，9万吨 Serenade of the Sea， 5月初起航至9月下旬逢每周日起航，行走8天7晚的阿拉斯加航线。除了依然保持了 Royal Caribbean 活跃的气氛之外，和西雅图往返的那2条船在设计和设施上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带着家里的年轻人一起度过一个有着难忘体验的邮轮假期的观众们，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B 航线西雅图往返。最后当然要提一下迪士尼邮轮了，没有悬念，依然是迪士尼邮轮公司最旧款式的 Disney Wonder， 1999年建成，2016年翻新，8万4000吨，5月中至9月中航行温哥华往返的阿拉斯加，除了偶尔走一下5晚和9晚的航线之外，其余的时间都是在走8天7夜每周1出发的航线。本着有好过没有的概念，每一年的 Disney Wonder 的销售业绩丝毫不受影响，依然是迪士尼粉丝和小朋友们的首选，哪怕贵，哪怕降价机会微乎其微，而搭乘过的乘客绝大部分都报以满意的口碑，哪怕这辈子只打算搭1次邮轮，都愿意为了这一艘主题邮轮而买单。第一型航线美国加州往返，这个航线上只有2家邮轮公司，嘉年华 Carnival Cruise Line 和公主邮轮 Princess Cruise Line。 对于这2家邮轮公司有少许了解的观众都应该不会有选择困难症吧。公主邮轮高级一点点， Carnival 嘉年华便宜一点点。 Carnival Legend 2002年建成，2018年翻新，8万8000吨，2005年5月中起每11天10晚一转，往返 San Francisco 美国旧金山，直到9月中旬。公主邮轮公司固定在美国加州往返的航线，也同样在美国旧金山 San Francisco 往返。 Ruby Princess 2008年建成，2018年翻新，11万3000吨，12天11晚一转。
嘿，没有那么简单哦。2025年的6月6日起航的那一站往返旧金山的航线，公主邮轮公司设计了全程23天22晚的深入阿拉斯加航线，让加州出发的深入阿拉斯加航线避免了安克雷奇的机票风险，一次把阿拉斯加壮观的冰川奇景看个够。记住了，一年只有这一转哦。有观众给我留言问到，有没有从洛杉矶往返的呢？答案是有的。2025年只有一次的机会哦。8月30日起航的17天16晚，搭乘 Grand Princess， 这些一年只有一转的航线必定成为疯抢的目标，所以你下手可要快哦。相信看完今天这一集之后，你已经完全解开了你心中的谜团，但是依然还有很多小问题。没关系，记不记得EO每周五傍晚的北美西岸时间的6点钟会直播，就是来为大家解疑你最感兴趣的 B 航线、C 航线和 D 航线。我发现在我的留言中有很多的观众都在问我关于 E 航线，就是不走寻常路的阿拉斯加邮轮航线，因为内容真的是很丰富很精彩，有单独为它做一集，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内容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咯，拜拜。I'm ready.